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部震撼人类灵魂2000多年的伟大著作《理想国》。这部书的作者是古希腊的哲学巨匠柏拉图，他被誉为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出生于雅典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师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理想国》正是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他构建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城邦模型，以此来探讨正义、美德、哲学王等诸多重要概念。理想国就像一座思想的灯塔，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不仅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社会的深度思考指南。这本书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它为我们理解正义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当今社会，正义问题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法律制度、社会公平还是个人道德层面，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的探讨都能让我们拨开迷雾，找到方向。其次，他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激发了无数后人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从乌托邦思想的诞生到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理念根源，我们都能看到理想国的影子。它就像一颗种子，在人类思想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影响着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设想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那么，在开始深入了解理想国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的是它应有的样子吗？或者说，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名人的故事。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一生都在与极权主义做斗争，而他的思想起点之一就是对理想国的批判性解读。他认为柏拉图的某些理念可能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倾向，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性的思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理想国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它就像一个充满张力的思想战场，不同的观点在这里碰撞，激发出我们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深入思考。一正义，理想国的基石。在理想国中，正义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柏拉图所探讨的正义，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简单的公平、公正，而是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内涵。他认为正义是城邦和个人灵魂的和谐状态。在城邦层面，正义体现为各个阶层各司其职，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分别履行自己的职责，互不僭越。在个人灵魂层面，正义则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的平衡与和谐。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与人类内心深处的秩序需求相契合。人类天生有一种对秩序和稳定的渴望，当我们的内心处于和谐状态时，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就会更加符合道德和社会规范。理性、激情和欲望的平衡类似于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平衡。理性代表着超我，指导着我们的道德行为；激情是自我，协调着我们的情感和行动；欲望则是本我，包含了我们的原始冲动。当这三者处于和谐状态时，我们的灵魂就达到了正义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反省和道德修养来追求灵魂的正义。例如，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运用理性来克制欲望，让激情成为我们行动的驱动力，而不是被欲望所左右。对于一个组织或社会来说，各阶层各司其职的理念可以应用于企业管理和社会分工。企业中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员工明确自己的职责，相互协作，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社会中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人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践行正义的理念时，我们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正义是智慧与善，不正义是愚昧与恶。”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正义的本质。在书中，他还通过洞穴之喻来阐释正义与真理的关系。试想一群囚徒被束缚在洞穴中，他们只能看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这些影子是外界事物通过火光投射出来的。当其中一个人挣脱束缚，走出洞穴，看到真实的世界后，他意识到之前所看到的只是虚幻的影子。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就象征着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哲学家，而洞穴中的世界则是我们被表象所迷惑的现实社会。2. 哲学王，理想国的领导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理想的城邦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哲学王是那些拥有最高智慧和道德品质的人，他们能够洞察真理，摒弃私欲，以城邦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治理。从心理学上讲，哲学王的理念体现了人类对理想领导者的期望。领导者需要具备超越常人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准，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哲学家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真理的热爱，使他们能够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他们的理性思维和道德自律能够引导他们克服人性的弱点，如贪婪、傲慢等，从而成为公正无私的领导者。在现代社会，
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有哲学王室的统治者，但这种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选拔和培养领导者时注重智慧和品德。例如，在企业管理中，领导者应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同时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关心员工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政治领域，政治家们也应该以公共利益为重，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当领导者们践行哲学王的精神时，他们能够带领组织或社会走向更加繁荣和公正的方向。柏拉图在书中强调，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安宁的。这一观点在历史上也有相应的案例，比如古罗马时期的五贤帝时代，这几位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哲学王的某些特质。他们重视文化教育，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使得罗马帝国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鼎盛。3. 理想的教育，培养理想国公民的关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培养理想城邦公民的关键。理想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人的理性、道德和身体素质，使人们能够适应城邦生活的各种需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教育对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儿童时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良好的教育可以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同时，教育能够开发人的智力，提升认知能力，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身。柏拉图的教育理念与现代心理学中关于认知发展和社会化过程的研究相呼应。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例如，在学校教育中，除了传授知识外，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力。通过设置各种课程和活动，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增强道德责任感。同时，要重视体育教育，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使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全面发展。当我们实施这样的教育时，我们能够培养出有智慧、有道德、有体魄的公民，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为着把我们的城邦建设成为一个善的城邦，我们必须把教育作为第一要务。他还详细描述了理想的教育体系，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教育重点。在书中，他还提到了音乐和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体育可以锻炼意志。4. 理想国的社会结构与分工。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时，设计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分工体系。在这个城邦中，有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3个阶层，每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功能。统治者负责治理国家，护卫者负责保卫国家，生产者则负责提供各种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社会结构与分工的理念基于人类社会的协作需求和个体差异心理学原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赋和能力，社会分工正是利用这些差异，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这种分工也满足了人类对安全、秩序和物质生活的需求。统治者运用智慧进行治理，护卫者凭借勇气和力量保卫国家，生产者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各阶层相互依存，共同维护城邦的稳定和发展。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将这种理念应用于职业规划和社会发展。例如，在职业规划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在社会发展方面，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相互协作，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当这种社会结构与分工的理念得到有效应用时，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社会的运行效率会更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到，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他还通过举例说明不同阶层的人的特点和职责，比如统治者应该具备智慧和公正的品质，护卫者要有勇敢和忠诚的精神，生产者则要勤劳和诚实。通过以上对理想国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理想的哲学世界。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引导我们思考正义、领导教育和社会结构等重要问题。柏拉图以其深邃的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这个蓝图在现实中可能难以完全实现，但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我强烈呼吁大家阅读《理想国》，并将其中的理念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无论你是学生、职场人士还是社会领导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汲取智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批判性的思考，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我们时代的发展道路。让我们以柏拉图的智慧为指引，勇敢地追求正义、智慧和美好的社会。就像柏拉图所说，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不要让我们的梦想被忽视，不要让我们的追求被遗忘。行动起来，去探索理想国为我们开启的智慧之旅，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想世界。